那今天呢，我也会保证会干货满满的，把所有我知道关于刷牙的小技巧都教给你们。影片呢也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独家公开一个我还没有在 YouTube 看到有人去分享这个小技巧，要怎么样有效的去清洁你后面的牙齿呢？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 Dr. Teresa， 现在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名牙医师，真的是从小被念到大，每天都要刷牙，刷牙完才可以去睡觉。可是，你有好好刷牙吗？还是就只有在看牙医前，或者是约会前，还是吃东西卡在牙缝的时候再去刷牙呢？不过我想你们会点开这个影片，表示你们对你们自己的牙齿保健是非常 care 的，所以我要给你一个赞。Let's go。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刷牙？刷牙跟牙线一样，如果你还没有看牙线那个视频，你就去看一下。看过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就是跟牙线一样，不只是把食物的残渣给清干净，最重要的是要把牙菌斑给清除。那牙菌斑呢，就是当细菌跟你口中的食物结合的时候，它会成为那种软软黏黏白白的东西，粘在你的牙齿上。那就是造成牙周病跟蛀牙的元凶。所以为什么晚上要刷牙？因为你一整天下来吃了很多东西，当然有很多的细菌，很多的食物要把它去掉，没有错。那为什么一睡觉起来要刷牙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在吃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口水分泌会降低。口水分泌降低的时候，就是细菌在 party 的时候啦。繁殖的时候呢，你早上就是要把它给刷掉，然后控制一下这个细菌的量，这样子你的一天呢，就可以让牙菌斑不要那么在你的口中里面嚣张的作为。那当然白天要刷牙，也就是为了要口腔清洗。牙菌斑没有清掉会怎么样呢？它就会跟你口中的钙结合，变成石头，所谓的 calculus， 也就是牙结石。这时候那个石头呢，你就清不掉了，刷牙也没有用，用牙线也没有用，就要来找我啦，去把这些牙结石给清掉。所以每年6个月去洗一次牙齿是非常重要的。好，直接进入正题，如何正确刷牙呢？我知道有些人是用手动牙刷，有些人是用电动牙刷，我后面会讲有一些不同点，可是大部分的大概念呢，还是通用于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方式去刷你的牙齿的。那大概念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背式刷牙法 ，All about base, no trouble。我要讲什么？哎，来 focus 看一下。用你的牙刷，用45度的这个地方去清你的牙龈，这样子来回摆动，然后往下刷。上面呢也是来回摆动，往上刷。刷牙的时候呢，就是要小范围的刷，多次同个地方刷，然后再移到下一个地方。你们拿牙刷的时候呢，不要这样子紧紧的握着，这样子拿就是大拇指跟食指这样子靠着，牙齿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等一下我会深入讨论，松松的拿，灵活一点。那牙齿呢，最重要的就是有5大面：咬合面、内侧跟外侧，还有牙齿跟牙齿中间。那牙齿跟牙齿中间是刷不到的，除非你今天你的牙缝很大，那你就需要用牙尖刷。牙线还没看的朋友们，等一下影片看完去看，是这边去看那个影片哦。这牙齿我是5大面刷完以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刷你的舌头。我觉得用牙刷刷舌头痒痒的，就让我想吐，所以呢就买这个 tongue scraper， 然后舌头挺出来，放在很后面的往前刮，然后侧面也要刮一下。它这种它有一点弹性，就每个人的舌头的形状和大小不一样，这个的话就可以比较服帖。那再来很重要关于刷牙的技巧，就是每一次你刷牙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像我是右撇子，所以我都是从左边刷到右边比较顺，所以我会先用下颚从左边刷到右边咬合面，然后呢再刷外面，再刷里面，然后再换上面的咬合面，再刷外面，再刷里面。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顺序，可是要有一个 routine， 不然你会忘记你已经刷到哪里了。甚至有些人就是牙刷含着，
那我之前有看留言说，每一次停留要多久，要刷几次。我通常一个地方，我就是会自己在头脑里面数到5，就是1、2、3、4、5。再换一个，这个是我没有科学去 support 它的。我看病人的牙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是大家最容易 miss 的，就是在你的牙齿的后面靠近脸颊这一区，还有下面的牙齿靠近舌头这一块，下面的牙齿前牙这一块，通常这一块都有很多的牙结石。有时候刷到舌头内侧的时候，会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不过就尽量靠着舌头很近，然后要刷到就是牙龈这边，然后转一转才出来。前面的时候，这个转角的这个地方也很容易会被 miss 掉，因为就是要转到前面90度了，所以你本来是180度这样子水平的这样子刷，然后慢慢到往前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慢慢的把你的牙刷给立起来了。那电动牙刷跟手动牙刷最不同的地方就是电动牙刷它会帮你刷，所以你不需要再拿着电动牙刷去这样子撸。因为它已经会帮你震动了，你就让它震动开起来哦。这个真的是喷的到处都是。它的电动牙刷的头放在你想要清的地方，就这样子摆着就好了，摆着往下，摆着数到5往下。可是如果你今天问说你可不可以撸一下，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你也是可以稍微的这样子动一下，再下来动一下，下来是没有伤害的，只是就是有一种多此一举的意思，可是也没有关系。这个牙膏就只要用差不多小青豆的大小，其实这样子就够了。先把这个牙膏合在牙齿上面，整个玉上先合下。很重要的哦，这个牙刷要放在牙齿上面以后再开启，不然就会这样子，会乱喷，喷的到处都是。它前面的时候会超喷，所以你要遮着。所以这个就是电动牙刷跟手动牙刷的不一样。好，可以的，应该已经示范得很清楚了。看导演，看。这不是帮 Sonicare 做广告，我自己的牙刷就是 Sonicare。很多人都问我说，电动牙刷要买哪一个比较好 ，Oral-B 还是 Sonicare？ 然后他们自己有好多不同的价钱、不同的 model。我真的觉得，其实你只要技巧对了，你用什么都一样。那我这个买的时候是因为刚好它在打折，然后我老公他也是牙医师，他就是用 Oral-B 的，我觉得都没差不过我觉得买比较价钱高的是好的，因为它的震动的模式跟位置还有方向是比较多元的，它会比较有效。可是我觉得是 Oral-B 比较好，还是 Sonicare 比较好？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说到这个，我们就要讲到要怎么样去选牙刷，不管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一样，就是软毛是很重要的。那电动牙刷的毛呢，通常都会比较硬一点，因为它是震动的，它震动如果太软的话，它会没有办法支撑它的那个震动，而且你也不需要去用电动牙刷去这样子刷，所以它也比较不会有你刷牙太过用力的问题。所以电动牙刷的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比手动牙刷还要好很多的。如果你今天你是觉得你力道不太知道什么样子才是正确刷牙的力道，那你就用电动牙刷，因为你不需要去 apply 任何的 pressure。那如果你今天是用手动牙刷呢？如果你刷的你觉得你自己很痛的话，那就表示太用力了，这样子就是太用力。你看它的那个毛正被压着、弯着的很多，正确的力道应该是这样，它的毛还是直立的，并没有说非常的弯曲。如果你觉得那个很难懂，我也觉得有点难懂，就去买一个电动牙刷。所以呢，牙刷要怎么选呢？就是要头要小，那这就是一个不好的示范。这个头呢要小，它的头就太大了。大是什么意思？你要确定这个牙刷的这个宽度不可以超过你牙齿的2颗牙齿。这个牙刷是不是3个牙齿的宽度了？那就是太大了。你太大的话，你这是平的，你牙齿是圆弧形的，你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服帖它。那再来呢，我自己其实喜欢毛比较密集的，它这个毛我觉得就有点太酥了。你去买，你就找一个就是 extra soft， 就是最软的。那如果他有给你试的话呢，你就去刷你的手的内侧，你觉得痛的话就不要买。你选好了这个头的 size， 然后选好这个毛以后呢，你就去选一个这个柄
最小最小的，才可以塞到你牙齿跟脸颊很窄的地方。我现在不开，因为开会很吵，我就这样子放着，然后移，然后到右边，然后呢再到下面。你下面的时候，你要记得越后面的牙齿靠近外侧的地方，就不要把嘴巴张很大，这样子嘴巴微开的状况，你就可以去撑你的脸颊。然后下面的时候也是，你有没有看我的牙刷是往下的，放在牙龈跟牙齿的接缝处才可以往上扫，这样放着往上扫。一到中间的时候呢，就换个姿势，上扫，然后一直到左边一样。牙齿内侧的时候，要记得你后面的牙齿要去绕过它，那个后面要刷到。会有字幕，不然你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刚开始课的时候呢，一样，那个刷头是往下的，靠着牙龈往上慢慢。好，转角咯，本来是水平线的，要慢慢的直立变成90度了，也很容易逆掉。看现在变成90度了，整个牙刷要立起来，牙刷要立起来。变成90度快要打到鼻子了，然后用牙刷的这个像前面的 tip 去刷到这边的时候呢，会超级喷，然后让它换成水平线，然后一样最后的牙齿还要再绕过去，在你下面就完成了，跟上面一样，跟下面差不多上面的咬合面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咬合面应该最简单，就嘴巴张到最大，然后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好像是快速的，所以你每个地方要停留大概数到5吧。所以你在张很大的时候，你看哦，它会往你的牙齿面去塌陷。刷完牙咬合面的时候，你在刷外面的靠近脸颊的时候，要放松，变小小的这样子。那如果你是一个嘴巴还蛮大的人，你有很大的空间的话呢，你这样子就够了。可是像有些人他的嘴巴很小，你就要把你的下颚去朝向你牙刷的那个位置，这样。我要刷右边的话，就要下颚往右边移，这样子你看这里好多的空间哦。刷到后面的时候，你稍微微张，绕过去牙齿大臼齿最后面的地方，然后刷内侧，刷到内侧前面的时候，要成为90度这样子刷，这里也是超喷哦。我上面就比较快速带过，因为跟下面的其实差不多。学会了吗？我觉得这个比牙线容易示范多了，希望你们就是觉得应该还蛮简单的。OK， 好，我们外场就这样结束哦。我刚刚忘记说，所以你刷牙如果是用电动牙刷的话，它会帮你计时，通常就是2分钟。那如果你觉得2分钟还不够，没有办法刷到很多地方的话，你可以刷更久没有关系。有一个病人很可爱，我说我牙医师我都刷比2分钟久 OK 吗？ OK 啊，你就是超级棒的，就是最主要还是要全部都要清理完，你只要不要刷得太用力，其实刷久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今天是用手动牙刷，建议你们还是要有一个计时器，就放一个小小的沙漏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其实2分钟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久。OK， 好啦。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下一个影片呢，我会来讲10个最常见的刷牙的错误，然后有点像把整个刷牙的这个 topic 做一个总结，也去回答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像是刷牙完不用漱口，这样子吞牙膏会不会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呢？或者是说到底要早餐前刷牙还是早餐后等等之类的问题下一个影片呢都会回答你。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那就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影片还有一点点用的话，你可以帮我 like，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这样 YouTube 就知道说